大熙初年，武林已乱象丛生，正道衰落。江湖中最大的门派权力帮制霸武林。水道一派朱大天王长期牢牢把控水路，两派是斗得不可开交。北荒军肆虐，南渡阴影未消，皇帝被迫逃离都城。与此同时，江湖上消失多年的天下英雄令重现江湖。相传英雄令中藏着武林至宝，此物就在大西名将吴杰将军老母亲手中。武林人士无不闻风而动，沿途设下埋伏，一路追杀至井中，将吴老夫人逼入绝境。正在此时，一个英雄少年应运而生，从权力帮水王手中救下老妇。他就是幻花剑派的三公子萧秋水。以清灵铸兵幻花剑法，萧秋水练成炉火纯青之境。在一身无穷内力和绝顶轻功的加持下，他的剑技急如流星，势如惊雷。他手持长戈，仅凭一人之力，力克权力帮一众，至此一战成名。在下萧秋水，见过吴老夫人。好。怎么样？哎呀，赶紧起床啊！用魔点改编那个神州奇侠怎么样啊？我可是专门帮你申请的内测资格，圆你的武侠梦。这个魔点只需要你设置好关键剧情节点，还有人物设定，剩下的就交给魔点系统内的 AI 帮你填坑就行了。欢迎使用魔点互动写作中文系统。唉，既然要改变设定，那 buff 还不够。男主出场必须得是顶流高手，轻功要第一，内力要第一，剑法也得是第一。他不仅玉树临风，还天生筋骨雄奇，乃是吴氏出的武学奇才。12岁之时就将萧家幻花剑融会贯通，18岁时被拈狂徒亲手传功，为他种下废血剑，关键时刻爆发，可有10甲子功力。并在20岁时，偶然捡到天下第一武林奇学《梦境天书》，袭上绝世剑招。他剑丧权力帮，脚踢朱大天王，年仅20岁就当上武林盟主，率领他结交的好兄弟和武林众人与南山北荒兵一决高下。吴将军也感念他的大义，将天下英雄令赠给他，从此萧秋水一统江湖。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；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。站在人生的高处，萧秋水觉得当主角真好。他转身看着这个天下，说出了6个字，不对
应该是8个字：神征无敌，寂寞如雪。用户香米面，感谢您使用魔点系统改编小说《神州奇侠》，请问是否将此项目融入系统？理财给的这个魔点还挺有用的，不错不错。嗨，系统 bug。系统 bug。人物设定 OOC 解释。人物设定 OOC 解释。哎，您楼上请。过来，来。哎，楼上一位啊。是啊，真是棒。好。好。空战。开桌子请。走。这次倒不错，屋子好眼花。三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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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醒醒啊！他怎么还不醒啊？今日怎么睡了这么久？对啊，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醒。三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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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醒醒！三少爷，三少爷，快醒！三少爷，三少爷，快醒醒！三少爷醒了，三少爷醒了，三少爷醒了，三少爷，您没事吧？三少爷，头好晕啊！三少爷，太好了，可算是醒了。是啊，终于醒了。三少爷，您头疼不疼？感觉如何啊？三少爷，您没事吧？这什么情况？我这是在哪儿？您先喝口水吧。你们谁呀？理财呢？我知道了，你们是他请来的演员吧？演员？什么是演员啊？您啊，昨儿跟兄弟们挑了这条街上的黑赌坊，来这儿庆祝，后来喝多了。三少爷，您就休息在这儿了呀？三少爷？难道是我前天看到三少爷的剑，做了一个关于谢晓峰的梦？这梦怎么这么邪乎啊？三少爷，你怎么了？这道具都这么真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的天，真邪乎！三少爷，怎么了？不对，不对劲。萧三少，你小心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萧三少？您可别逗奴家了，您不就是幻花剑派的三少爷萧秋水吗？那。幻花剑派萧秋水，幻花剑派萧秋水。对啊，难道不是在做梦？
我穿越了？不，这是在大西连接吗？是啊。锦都西郊溯浣花溪而上，有一个浣花剑派。家主萧西楼在锦中声望隆重，乃当地的名门世家。萧西楼有3子1女，幼子便是近年来江湖上小有名气的萧秋水。难道我卡进了我改写的武侠小说《神州奇侠》里？现在我成了萧秋水，不是萧明明了？咱们去那边可真热闹，包厢都为你准备好了。在我笔下，20岁的萧秋水已经牺牲绝世武功，还有随时可以加 buff 的废血劲，乃是江湖的顶流高手，轻功第一，内力第一，剑法第一。看来我萧明明的运气还没有这么差嘛！传说不仅传成了主角，还传到了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。哪怕不是真的，在这小说里做做梦也好。大哥，大哥，别看了，黑土方来要你命了，怎么办啊？快！不用着急，我有办法。打搅了。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写的绝顶轻功，快如飞鸟，形似清风。哎，感觉不对呀。说我的绝顶轻功呢？萧秋水，你给我站住！萧三少，他姐姐也来了啊！我姐。秋水，又闯祸了吧？哎，跟我回家，看爹这次怎么罚你。走。舍得回来了？哼哼。这是第几次了？嘿，把脸抬起来，看着我，老实交代，今天可以不打你。哼，学会勾栏瓦舍了啊？还知道自己姓盛名谁吗？啊？还没醒酒啊？棉花素柳，夜不归宿。这次爹要罚你，可别再指望有人帮你说情了。爹，这是我爹。原著里面萧西楼好像最不喜欢萧秋水，嫌他爱胡闹。好汉不知眼前亏。跪好！不孝子，不孝子！
秋水，秋水，爹，我错了。奇怪呀，平时嘴死硬死硬的，今天这么快就认错了吗？爹，秋水只是年少贪玩而已。但您吩咐的调查井中北荒军细作一事，他一直都有在调查。原来如此啊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爹，那倒是要问问三弟，他查出什么了？那你就说说吧。三弟，这些时日我与你二哥一直奔波在外，可没想到你竟然如此不求上进。就你长嘴的事了。从长计议吧。爹，三弟此事错的有些离谱，还是要好好罚审一罚。你还补刀？这二哥还补刀呢？背刺？你们俩不是我亲哥吗？有必要这么火上浇油吗？爹既然让我代父授意，我就有管教你的权利。爹，树不修不直，人不教不才啊。对。修，动家法吧。老哥，子不教也有母之过，不如就让我这个为娘的教训这个胡闹的臭小子吧。明明，来吃面了。妈，一人，藤条拿来。娘，还是让大是。让开！妈，你怎么也在这复活了？他我爸怎么不是我爸了？笑什么笑？你个臭小子啊，到处捣蛋！今天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，让你再胡闹！你真打呀，妈！裤衩没穿吗？待一下就跑啊！你站住！妈！你个臭小子，往哪儿跑啊你？你给我站住！我看你往哪儿跑啊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真打呀！喝杯茶。娘，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？当然啦，你3天2头的惹你爹生气，我专门给你做了这个皮裤衩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皮啊，金刚蟒的皮做的，寻常刀剑那都穿不透的。娘，我以为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个傻孩子，你干嘛？你咒你娘啊？娘，见到你真好。还热泪盈眶的。娘，你说我这个武功现在算一个什么样的 level？ 什么哦？哦，就是层次来着。这江湖上不是一直有什么排名吗？啊，我知道我自己肯定不是第一的，那3、4、5、6、7总得排得上吧？你发烧了？没有。他江湖排第几呢？我跟你说吧，就咱们这个院子啊，你排第5，你爹、你娘、我、你大哥、二哥，然后就是你。啊？
这我不是天赋异禀，根骨神奇吗？是，你底子确实不错。那你小时候不是因为性子欢脱吗？所以我跟你爹也没有强迫你啊。那萧家剑法不好好练，你就自创了个秋水剑法。不会是你这次出门跟谁交手吃亏了吧？没有。阿娘，我的轻功怎么样？轻功一直是你的短处。内力呢？内力平平。哎，你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奇奇怪怪的？失忆了？今天这么多问题。这怎么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啊？阿娘，那我和权力帮那个李晨舟差的有多少？秋水，其他的事情都可以玩闹，但这个事儿，你要牢牢记住你爹说的，千万不要招惹权力帮的人。权力帮在江湖上一手遮天，生杀随意，天下多少英雄好汉都莫名的死在他们的刀下。9天10地19人魔，那随便拿出来一个，都是江湖上1等1的高手。还有你刚才说的帮主李晨舟，那更是深不可测呀。别一天到晚就想着一日成名，做些不切实际的美梦。没有武艺加身，我哪敢挑战权力帮呀？不是那个燕狂徒，那燕狂徒没有打通我的任督二脉吗？燕狂徒消失的时候，你才是黄口小儿。这些年他也没在江湖上出现过呀。若是真的出现了，那估计又是一场血雨腥风。哎，娘，我来。啊，娘，那我们家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武功秘籍？就是一练的那种就能突飞猛进。你这话可千万别当着你爹说啊！幻花剑法还没练明白呢，还想着练旁的。行，哎，娘，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就最后一个问题吗？那雪鱼姐是不是我的亲姐姐啊？雪鱼是咱们萧家的义女，她是个苦命的孩子，以后你要好好保护你的姐姐啊。好。行了，别胡思乱想了。我去趟你爹那儿，你记得千万不要惹他生气啊。好的，你。把橘子吃了。好。萧秋水的人设是原小说的，可是又保留了我对雪姨姐的感动。莫非这就是魔点人机互动式写作？是不是升级了我的武力值，就会回到我写的情节了？不管了，先去鉴定装备再说。这么多剑，当时看得匆忙，小说我就草草的一翻，根本就没有记住多少。不过主角金手指我还是有点印象的。我记得小说里面人人都想要的武功秘籍《忘情天书》，就在这萧家剑种里面，我可得好好找找。不过在哪儿呢？看不见，看不见，看不见。
么绝顶的武功秘籍，得藏在很神秘的地方吗？很多武侠小说里面，特别厉害的秘籍是会藏在这种石棺当中。不管了，得罪了，得罪了，得罪了。怎么都是剑啊？没有忘情天书吗？欢迎使用魔点互动写作中文系统。用户你好，您在使用魔点时擅自 OOC 原文人设，请重新开编，新神州旗下。魔点是吧？来，你出来，别招神弄鬼啊！行，那这样吧，咱们好好的讨论一下。那我问你，我还不能自由发挥了？神州奇侠是一本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武侠巨作，与时下流行的无敌流爽文并不一样。秉承着传统武侠男主只是一个普通人，需苦其心志、劳其筋骨、终成武学大师的设定。魔点将保留原著的精髓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改编。改你个大头鬼啊！这传统武侠也需要焕发新生啊！这主角不开挂，他能玩吗？再说了，这现实生活中已经够烦的了，难道还要在小说里面憋屈吗？哑巴啦？这问你话呢，不说是吧？行，那我退出，回去上班了。你走不了了，除非完成主线任务，否则不能退出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跟我玩这套是吧？请以萧秋水去指挥开场，以萧秋水当上武林盟主为终点，开始你的创作。等等，那我问你啊，在这个乱世当中，有权力帮，有朱大天王，有北荒人，你不让我开金手指，我能活到1年之后的武林大会吗？闹啥呢？如果你能成为幻花剑派掌门，就可以进入自己的大纲模式，魔点就不再插手创作。在这之前，注意一下创作雷区，剧透关键情节，经常会时刻提醒你创作进程。我有点别不呢。还记得你给自己写的 buff 费血剪吗？它已经被改成一种蛰伏在你手上的毒毒，一旦踩中了雷区，费血线就会发爆，1次起杠，2次致死。真够卑鄙呀！谨记，这是一篇朴实的男主成长型虐文，以武行侠，以义相聚，会好谱写一篇属于自己的江湖英雄路吧。你没事吧？我不接受。什么鬼呀？对不住了。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武侠世界里，
做个没有金手指不能开挂的剑客，这不就是一个高危职业吗？以我的武功，别说1年之后的武林大会了，我能活得萧家被围攻就是幸事。唉，看来如今之计，我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狗。凡事不出头，狗到大结局。剑挑金银钱庄，死灰的金银钱庄是权力帮的地盘。原小说里萧秋水就是因为这个招来了全家灭门惨案。挑什么金银钱庄呀？我才不去送死！现在就到山上躲起来，只要远远的避开那些困难的情节，什么大木头小木头都别想找到我。我还在这儿，什么情况？这破系统也扣不掉。这造型，这辫子，不会吧？重置了？少爷来了，少爷好，哎，少爷好。武侠的世界是这个样子。
唐旭、邓哲、李超凡，他们3个也穿了。老大，老大，你说我们是那大什么舍友？还都是禽舍，禽舍有功高吗？秋水，你不会是酒还没醒啊？老大，只是去看个龙舟，至于这么激动吗？玩我呢？还有长得这么像的人啊！萧修者虽然武功不是顶流，但朋友多呀。想必这3个就是原著中男主的3个死党。这怎么跟我现实生活中的朋友长得一样？什么 bug 呀？狗也不让狗，跑也跑不掉。既然必须走原著剧情，看来只有躲在这些兄弟们背后才能保命了。要我说，这老大也真是，大晚上醉倒在门口，连自家房间都搞不清楚。你们2个以后就别在那喝酒了。我们哪敢？我没有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说。呵呵，哎，喝点水，是有点渴。左丘啊，你那个擒拿手练得怎么样了？老大，你和我说话干嘛看着他呀？啊，唐荣啊，哼，喝一个，哎，老大，我听说你又被萧伯伯给收拾了，那我们去子辉是不是得改期了？这次过来呢，正要和你们商量此事。这次端午去子辉，我们不是去看赛龙舟的，在那里会遇到一个欺男霸女的组织，叫做金银钱庄。我就知道老大找我们肯定另有乾坤，又架打了。你就知道打架，我们4兄弟这些年专治这种为富不仁的帮派。老大，你说吧，这回怎么干？哼，我们呢，不是去打架的，是去偷袭。偷袭？老大，你今天不太对啊。老大一向是有主心骨的，咱们听他先把话说完。你们知道金银钱庄背后的人是谁吗？谁啊？是他又怎么样？老大，你总说我们要行侠仗义，最天不怕地不怕的就是你。我怎么感觉你今天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其实因为我知道了，因为权力帮从未染指锦中，老大是担心啊，万一我们被发现了，他们不就有攻打锦中武林的理由了吗？所以你才要让我们偷袭，对不对？我还是有点运气的。对，看来还是小柔最懂我呀，说的就是这么回事。不愧是老大，思考的格局真的大。有理，有理。老大，你放心，在认识你之前啊，我们只是3个终日只知习武的毛头小子，是你带着我们开始行侠仗义。你只要想做，
你就做决定吧，我们听你的。好，那这样吧，明日我们便出发去自会。好，好。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原著里唐若就是去了那里找了暗算。啊，对了，唐若，我看这次行动呢，你就不要去参加了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我前2天碰到一个算命先生，给你算了一卦，你这次去啊，凶多吉少，会有危险的啊！不是，你们笑什么呀？我说的是真的呀！老大，你认真的吗？老大，我们哪次行侠仗义没有危险？再说了，就算我唐柔害怕，我腰间的暴雨梨花针可不会怕。不是我说你们心能别这么大吗？我跟你们说认真的呀！啊，老大，你这人怎么婆婆妈妈的？莫不是被那算命的下了降头？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早知道就好好读读原著了。撤！来，走点啊！小心，多谢。哎，多谢，两位慢走啊！走了，慢走，两位慢走。夫人莫急，很快就到。一顿包子，4碗牛肉面。哎，好嘞，感谢老板。走，坐，老大。哎，这边，老大，来，您2位先喝茶。来，哼，这包子看起来是不错。喝水。让开！这天太热。看着看啊！让开我！让开！你给我让开啊！快点！这怎么回事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干什么？你们说！大爷饶命！大爷饶命啊！我再给你宽限1日，明日午时，若是不把钱交到金银钱庄，我就一把火烧了你这破船！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怎么的？要出头啊？是又怎么样？少侠，千万别动手啊！千万别动手，在这儿打起来，我的生意就全完了。是啊，听见没有，年轻人？像是要行侠仗义啊！1日，就1日。走。啊！两位老伯，没事吧？谢谢少侠，谢谢少侠。哎，唐荣啊，要不你跟我去问问，看看那边船老大到底怎么回事。船老大啊，怎么了？别提了，我们凑了家底，好不容易买了个船，就做个营生。以前呢，都是给水稻、朱大天王交份例，现在走江上支线，又被金银钱庄所搜刮。这战事刚还2年，何以得利？这营生也经营不下去呀！这金银钱庄，怎么又是他？这金银钱庄怎么那么霸道？这吴北一线，谁也不敢得罪金银钱庄，他可让你啊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啊！是啊，来了，韩碧自己推进秦姐来了。哎，不说了，哎，走吧。走。老大，看来你的线索没有出错。太欺负人了，老大，我们必须去一次金银钱庄。对。有这么着急吗？这不得谋划谋划。再说了，这面都没上。来，坐下吃。还谋划什么呀？快谋划什么呀？来不及了。走吧，这肚子还饿着呢。走吧，借。老大，您这边去。客官，先不要面。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就是这儿。兄弟们，来，拿好了啊！
这进去之后啊，记得千万别暴露自己的身份，都给我带好了。哎呀，老大，我们是来行侠仗义的，不用带。对呀，走，夜行不带他，你给我拿好了啊。那个包子吃的有点不太舒服，我呢去一趟茅房啊，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啊！哎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又来这招是不是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又和上次一样，想把我们支开，然后独自面对强敌，对吧？老大，我和你说，这回绝对不行。对啊，我真没和你们开玩笑，总是和你们说呢，这里面非常的危险，一定要小心又小心，知道了吗？千万一定要小心。真拿他没办法，走吧。什么没办法？和你们说话呢，去哪儿啊？这门口不是在那儿吗？老大，让让。干嘛？让一让。干嘛呀？天哪！还真会飞啊！要不我也试试。哎呀，不是吧？我这轻功是一点都没有啊！这是今日河汉街的租子。嘿嘿，这是今日街口18家店铺的消息。好，那个金铺的娘们说生意不好做，哭哭啼啼不肯给钱，人让我给拖回来了。掌柜的，你说怎么处理？毁了他的招子，丢到集市，给众人立个规矩。哼！什么人竟敢到金银钱庄来撒野？你可知道此地的主人是谁？不就是权力帮铁腕神魔傅天意吗？你们既然知道，那还不赶快滚！哼！我们不仅不滚，我们还要除此祸患。口气都不小，给我把他们剁碎了，扔到江里喂鱼！玩真的呀？索秋这一招缠丝琴拿手不错，干脆有力。同时用剑来御寒寒力剑来的信招，以精巧见长，杀伤力不简单啊！飞镖，唐门暗器果然厉害，难怪唐门百年屹立不倒。我这些小弟都很不错嘛。血，真是血！傅天意在哪儿？36计走为上策，保兵要紧。
一定要小心呐！好。这船老大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少侠，您是？啊，你们不记得了吗？昨天你们在码头被人欺负，我们兄弟几个还替你们解围呢。原来是少侠呀！是少侠，少侠有所不知啊。这不，我们凑了下银两，正准备给金银钱庄送过去呢。是啊，希望他们高抬贵手，能放过我们。对呀，你们不必去了，因为已经有人替你们除害了。怎么可能？那可是权力帮的金银钱庄啊！是啊。放心吧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欺压你们了。多谢少侠，多谢少侠！快走吧，小子，金银钱庄是你找人灭的？灭得好啊！你这金银钱庄丧尽天良，作恶多端，早就该灭了。别说了。少侠，多嘴！江边码头巨石上风雨中垂钓的人，他就是铁外神龙傅天地。我都躲得远远的了，怎么还能遇到他？这剧情插的也太生硬了吧！你先走。好。别动！贵豪，贵豪，我老实点。贵豪，真是没想到，这金银钱庄居然和北荒人有勾结。只是这帮人嘴太硬，问不出幕后主使在哪。我们这打了一晚上，还是找不到铁腕神魔的下落。这3个少侠太厉害了！哎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他们把金银钱庄都给毁了！这些人早就该抓走，这个有奖励。唐荣，有句话，我一定要和你嘱咐一下。什么话？小心一个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切记啊，你一定要防着一个撑伞的人。啊？撑伞的人？不是，你还真迷信上了？这……再说了，这天儿也不像要下雨的样子。你能不能正经点？我没跟你开玩笑呢。切记我说的话重点，小心撑伞的人，知道了吗？人人都撑伞，这是要我提防谁啊？这个恶人就该好好收拾。这雨说停就停啊！雨停了，雨停了，谁还撑伞？让开！老天爷开眼！来了！就这把他们全都抓起，全都就是这些恶人。对呀，把他们都抓走。他们的罪，给这帮畜生抓起。别动！就是。你们什么人？为民除害的人。你们吃官饷的，现在倒是出现了。为请教几位义士大名。我们是，不必知道我们姓名。那群败类被我们关在后院，你把他们带走便是。金银钱庄一直鱼肉百姓，在下身为小小的捕快，始终未敢出手，实在是惭愧。但只怕你们抓的只是一些虾兵蟹将，真正的老大缺。你知道他们真正的老大在何处？你要搞清楚，你现在不说，等我们走了，只怕麻烦的还是你们。好，我带你们去。我的天哪！
那不是老大吗？原来老大早找到傅天一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他又瞒着我们独自冒险。你们别过来，危险！老大，你放心，我们绝不会插手的，就把最难的铁腕神魔留给你。老大加油！加油！揍他！哎呦，你们个猪脑子，给我这是加什么油？加油，老大！加油啊，老大！幻化剑法第2式，绝技飞天。第3式虚化扎叶。你。第4式满天星斗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原来我的潜意识对这身体之前练的武功有记忆。幻花剑法，什么时候萧西楼的人也敢和我们全力帮作对？听说是你杀了我的人，那就留下来填个补位，然后为我所用。不会不答应吧？哼，你说呢？我们当然不愿意了，就凭你还想使唤我们？就凭你们几个，怎是我的敌手？哼，以一敌一，那自然不是；但若以4敌1，那就不一定了。你以为你有4个人吗？不是以为，而是事实。哼，那如果我让你少1个人呢？少1个，唐荣。原来是你！你没事吧？唐让，还有这个。对了，把这个拿着，防身用。裤衩，这不是我的码子。哎呀，绑在身上。没人能暗算我们唐门的人，你记住了。我们4个，1个都不会少。那你们4个就受死吧！老大，老大！凑上！
都没事吧？没事，铁腕神魔，人如其名啊。还真是刀枪不入。傅天一的双手是攻不进去的。唐人约翰，切他双臂，左丘，攻他下盘，动！这一招漫天花雨剑，以剑身为暗器，更是以剑鞘为杀招，真是绝了！死了，老大，死了！老大，我们赢了，赢了！唐让，幸好你还在。我当然在啊！我居然用了小小的武功，杀了这个傅天一。当然是用武功啊，不然还能用什么？我看啊，这权力帮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咱们今日杀了这铁腕神魔，明日就能把8大天王、19人魔全都给杀了。没错，把他们都杀光。8大天王、19人魔。对了，原著中权力帮就是因为发现我们杀了傅天一，所以围攻萧家。不好！岳安超然，你们去弄点银子，堵住那个船夫的口啊！唐柔，你去买一艘小船，再弄一些火油来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呀？快点去，别问那么多废话了。哦，去啊去啊，走吧。真的死人了。我都做了些什么？我们这算不算是在毁尸灭迹？兄弟们，现在哪别想那么多，正好赶在天黑之前赶紧离开紫薇。走！撤！客官，您菜齐了。好嘞。
伙计，客官，请慢用，辛苦了啊！嗨，来，这跑的应该够远了吧？总算能吃口安心的饭了。筷子，吃吧，兄弟们，来。话说，我们这明明是为武林除害，为什么搞得跟做贼一样？是啊，老大。过来过来。哎，还能为什么呀？怕死啊！怕死啊！我们什么时候怕过死啊？是啊。我跟你认识那么多年，头一次听你说你自己怕死。你是不是哪儿病了？一起来。我问你们，杀一个魔道划算，还是杀10个划算？那当然杀10个了。对啊。有句名言说得好，低调做人别飘。说的是啊。你们看啊，今天我们4个打1个魔头，才侥幸得胜。万一与下的权力帮魔头一起追过来怎么办？那我们肯定是得玩完的呀。所以，我们得暗度陈仓，悄悄的壮大自己的实力，最后再慢慢的除暴安良。等我们有一定实力的话，再和权力帮叫板，到时候统统把他们给杀了。来，兄弟们，吃，弟弟我请。有道理。真的饿死了。我明白了，大哥是想着储备力量，以后与权力帮正面开战。真不愧是吾辈之楷模，佩服。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？我知道了。老大，咱们之前说过那件事情，今天正是时候啊。是啊，老大，今天正是时候。对。这么老大的剧情就算了吧？怎么能算了呢，老大？3个月前你自己说的，等我们做完一件真正侠义之事后，就正式成立神州结义。唐柔，神州结义，不是景家四兄弟吗？老大，你这记性怎么回事？你自己说的，不要仅限于锦中，要结那天下之义士，故而为神州结义。今日便是我们神州结义之诞辰。原版的小酒水真够叛逆的啊！神州结义，这名字起的口气可不轻。大哥，这把刀，大哥消过毒吗？有针吗？针？啊？这个刀不会生锈了吧？怎么都这么猛啊？苍天在上，明月为鉴，神州结义，同生共死。他们俩真的猛。怎么了，老大？喝呀。喝。痛快，痛快！从今天起，我们神州结义就同生共死了。
同生共死。是啊，老大。同生好说，共死就也没那个必要了吧？那倒也是。若真到了生死危机的那一天，我愿意把这生计让给老大。我也是，同意。你们一本正经的说什么胡话呢？来，起来说，起来说吧，都别跪着。我们是认真的。萧秋水真的值得你们这么信任吗？那年我初出唐门，遭歹人算计，是大哥不惜拼命引走歹人，我才得以逃出升天。而那时的我们，不过只是萍水相逢而已。老大，当初我和超然出门历练，浩勇都很伤了内息，你当时只是碰巧路过，却在破庙里守了我们俩3天3夜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认定你是我生死相随的好大哥。老大，神州结义就是为侠义而生，只要老大在，那侠义就在，在。佩啊，越说越不吉利了，都说什么胡话呢？你们既然都叫我老大，那也就是信任我。那么老大就有责任的好好照顾好你们。所以，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。没错，好好活着，好好活着，好好活着。我给你倒酒。哎，我先给老大倒酒。原来萧秋水竟是如此好意的少女，我用她这个身份，不能辜负他们的期待。好，只要我能完成任务，就能回去。那在此之前，我便护好他们。你向唐柔剧透关键情节，影响故事走向。飞跃间警告惩罚开始，倒计时3、2、1。费雪间警告惩罚结束，下次发作将正式清空用户生命值。另外，从此刻起，剧情难度增加。难度增加？你还想怎么增加？你玩死我得了。我向唐柔剧透救下了他，费血姐就发作，要再来一次，就真的没命了。但奇怪的是，权力帮借傅天意的死，围攻了萧家万岁，但我都已经处理了尸体，为什么还会梦到萧家被灭门？莫非
非事情还没完。无论怎样，还是要做足准备，不能让原著的悲剧再次发生。如果你能成为幻花剑派长，就可以进入自己的大唐模式，魔点不再插手创。那是不是我当上了幻花掌门，清除废血剑后，便可以由我主导故事走向？那岂不是皆大欢喜？到底要怎么当上掌门，改变故事的走向？选于解释养女的设定是我创作的内容，说明魔点还保留了一些我的设定。那我之前设定的开挂模式呢？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，这条江的江底有一把无坚不摧的宝剑，这里的山洞呢，有一只会武功的白狼。这废墟当中有一把机关加特林，还有最重要的是，我写过一个附带 NPC 风狼，他武功高强，又对我百依百顺。只要这些外挂里有一个保留，想改变故事走向，也就容易多了。长荣、于涵、左丘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老大，你是不是起得有点太早了？这早什么呀？太阳都晒到屁股了，还睡懒觉啊？老大，下雨了，我们还要出去吗？我和你们说啊，这个叫太阳雨，下一会儿就不下了。快点，走了。不如就逍遥红尘里，跨越山海终有相遇。老大，看看这个吧。只是天涯未曾远离。无坚不摧的魔剑，这不就是个破水饺刀吗？还有那个加特什么机关，这不明摆着就是个公桶。最离谱的是什么？是这个会教武功的大灰狼。哎呀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这个白狼为什么是黄色的？系统昨晚说要增加难度，意思是要收走我写的所有的外挂吗？那封了这么厉害的附带 NPC， 更不会留给我了。老大，你这一大清早把我们叫起来，还没告诉我们到底要干嘛？其实我做这些吧，就是想当幻花的掌门。啊？掌门？老大，你不会是在逗我们吧？你什么时候有当掌门这个想法了？以前也没听你说过呀。人总是要有梦想的呀。那个，咱们神州结义的兄弟们，要是有一派掌门说出去，是不是很威风？是不是很厉害啊？老大，你是认真的？可是萧伯伯已经执意要让你大哥来当掌门，而且这过几日不就是幻花派的授位之日吗？所以要集思广益啊！兄弟们，用你们的智慧来帮我分析一下，怎么才能让我弟弟改变主意呢？想要当少掌门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武林中的声望。你大哥现在在锦中声望很高的。咱们这些年行侠仗义，也都是隐姓埋名。要在武林中比声望来说，你确实差你大哥挺多。哦，原来是要出名呀！那好办啊，
那咱们炒作呗。啊？炒作？什么炒作？好，我的意思呢，就是搞一些噱头。简单比喻一下，比如，起一些让人耳目一新、厉害的绰号，四处宣扬，让江湖当中未见我人先闻我名。话不多说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现在就把这个江湖当中有头有脸有声望的人都给大哥写下来，到时候我和他们比试一下。写下来？全都写下来？你确定吗？当然确定啊！上来，快点！别着凉了，来，小秋，来，小韩。什么鬼呀？这么多吗？唐老鸭？这很绝啊！他很有名的。这些年江湖就是这样，什么9天10地19人魔，名扬天下四海为鉴。这些人啊，更有甚者取名为什么心肝宝贝、老鸭数字为名的。所以啊，咱们想要先发夺人，怕是不好弄。咱们要想迅速国民，除非多杀些权力帮的神魔。哎，老大，可你不是说要咱们保存实力吗？这就真的很烦了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天降神经助玄令，八荒英雄尽俯首。这又是什么鬼啊？这可不是鬼，这是武林至宝。你是说天下英雄令？没错，天下英雄令是由峨眉、武当、少林3大掌门用海外天降的陨石铸造而成。这传闻啊，燕狂徒还把武林绝学忘情天书也藏在了里面。要是老大能够拿到，确实能够名满武林。这英雄令在仙人关守将无节将军之母吴老夫人手里，现在整个江湖都在找吴老夫人的下落。咱们要找到英雄令中的忘情天书，又该从何找起啊？又是忘情天书。没当上掌门，就不能早于原文进度拿到秘籍。没拿到秘籍，不就又当不上掌门了吗？那不就等于死循环吗？直接把我写死就得了呗。嘟囔什么呢？这么长远的事儿急什么？咱们先找个好地方开心开心。走了，老大。拿着，好着。不找疯佬了吗？先开心开心。哎，弟，咱们到底怎么决定啊？先走吧，哥。到了，就是这儿了。跳得多好啊！真不错。不乖，这边。这真好看的他合你心意吗？来配合吧。玩一玩意就好。他们错了。这支舞可是新编的呢。哎，走啊，老大。甚好甚好。你跟我想的一样。老大，怎么样？这群芳苑又号称小情怀，来往的侠客才子数不清。这场景设置，还原度确实高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哎，你怎么看起来有点紧张？
我觉得吧，哎呦，这不是左公子吗？好久不见了，给各位公子请安了。老板娘，给我找个安静的地方。好啊，来里边请。走吧，老大。快请，快请。枫叶、青柳，哎，来啦！这毒好生厉害，我竟然比不出来。就算我伤到无法动弹，想救我的身，也要搭上命。哎，老板，麻烦给那个包厢上壶好酒。好，您稍等啊。让开！让开！哎呦，哪来的爷？怎么来这儿动粗了？有人杀了我们的人，躲在这里，别碍事儿。好，绝地帮，亮哥，难道杀傅定义的事被他们知道了？都给我搜仔细点儿。是，让开！搜，啊！这边，让开！哎呦，不能闯呀，各位爷！让开！收拾。不要来！师长，走！闪开！就来这么快？开门！别看！不好意思啊，兄弟。借你的地方躲一下。他在屋里，上！风狼，他是我的服的 NPC 风狼。住手！哪来的小子，敢挡我们办事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上！击剑！
肌肉记忆彻底觉醒了，武功比对付傅天翼时还熟练，碰到风了，还不错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老大，你怎么这么快，一个人全都打完了？你是在攒声望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大家快来看啊！幻花剑派三公子萧秋水行侠仗义，大家广为宣传。哦，广为宣传啊！他就是萧秋水啊，太威风了吧！啊，原来是他。是啊。萧秋水，幻花剑派。闭嘴！小子，你可知你救的是谁？这一下就把他给杀了，我都没看清啊！你救的是什么人？他是我的朋友，疯了。是我写的玉佩，没错。剑音如雨，听雨剑，没错，就是他了。伤疤和我写的位置一样，地点信物的符号，应当是没错了。你醒了？哎，别乱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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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受伤了。你是谁？哦，我问你，这块玉佩是不是你的？是。在下听雨剑风狼。果然是你啊！这个鬼系统总算干了一件人事。兄弟啊，人事啊，兄弟啊，兄弟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太激动了，太激动了。我们先前见过吗？现在认识也不晚。来，我给你倒杯水。
我问你啊，你师从何人？几岁练剑？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？来，喝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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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伤到脑子了？少侠是想从我这儿打听些什么消息吗？福袋遇到玩家被强制激活，有点死机，也有可能说得通。啊，福袋，我知道你武功高强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。你一直叫我福袋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一时半会没法和你解释啊。总之呢，你会帮我杀敌，给我宝贝，帮我出谋划策。最重要的是，帮我当上掌门。怎么样？你是不是一见到我就特别想要保护我？什么事情都愿意为我死心塌地的去做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一见到你，就感觉你好像活不长的样子。奇怪，我显得风朗，不仅四处帮我找无极仙丹，甚至将毕生的功力都给了我。怎么现在这个设定有点不同了呀？你是不是还没拿我当朋友啊？我该拿你当朋友吗？不是朋友。难道福袋还没有被激活？放心，你现在不把我当朋友，以后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不过，眼下最重要的，先治好你的伤。水在哪儿？你自己倒啊，我先去给你找个郎中。风朗，小秋水。风公子的外伤不重，只是他体内所中之毒，好像是天绝世矛。天绝世矛，无毒之毒，唯有同用无毒之毒方可解。权力帮境下如此狠手，鳕鱼姐的医术很高，要不老大，你带她回浣花医治。他的毒3日内便要发作，来不及了。3日之内？那怎么办？哎，老大，我知道一个去处，百酿山庄。听闻他们庄主以酿奇酒闻名，其中有一种叫醉黄泉的酒，可以让人顷刻醉死，算得上是无毒之毒。这个方法可行。百酿山庄离这儿也就半日路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哎，不，老大，那个风朗他到底是谁啊？你救了他，现在又要医治他。这济困扶危，总是我们该做的嘛。老大，你不太对劲儿。玉涵，现在没有办法和你解释这么多了。眼下江湖动乱，老大自然要找一些为我做事的人。好了，不说这么多了，出发。风兄，你再坚持一下，很快就到了。你我萍水相逢，谢兄为何如此仗义？这个怎么和你解释呢？可能我说了，你也不太会明白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得激活我们之间的友谊。与我交朋友，有这么重要吗？怎么说呢，风兄？这江湖是不是活着很难？确实不易。
少。我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只是步步艰难，想到以后还有更多的难关，我真是想想都后怕。算了，现在不想这么多了。只要我们成为了朋友之后，互相扶持，才能在这个讨厌的江湖走得更远一些。原来如此，说我身上的多能起，风老便是你的朋友。你怎么笑得这么不自然？来，给米饭。这是啊，一言为定。哈，算了。小秋，哎，快点啊，兄弟们，辛苦了，马上到了，老大。有这么多人想要醉黄泉，这东西有这么神吗？若指引，确实如同毒药一般，可若将其融于清泉，便能化作琼浆，当真是天下一等一的美酒。老兄，唐柔，你去带风人子寻个客栈休息一下，啊，叶安超来，走，咱们去会会他。你看看我这花瓶，这可是过来人的呀，传家宝贝。借过一下。让给我吧，我要黄金，黄金。哎，诸位，听我说啊，诸位，这醉黄泉呢，只有一坛。我家老爷说了，只有稀奇之物才可以交换。这金银宅院可算不得稀奇之物啊！啊！哎，我有。这又是何人呢？这算什么品？你看他拿的什么呀？100年前射耶灭国，传说中的射耶血酒早就在这世上失传了。不过前一段时间，有一个人找出了这一坛酒。射耶血酒，这可是奇酒啊！去问一问你家老爷，他要不要？要！姑娘，我家老爷最爱奇酒。大哥，姑娘里面请。慢着，这奇酒我也有。不是公子带的是何奇酒？前无古人之酒啊。既然是前无古人之酒，公子又是如何得来的呢？自己酿的。自己酿的酒，那当然是没有人喝过，也配叫前无古人？随便酿的酒，怎么敢来这里献丑呢？管家，我的酒确实世所罕见，你只要瞧上它一眼，便知我说的话句句属实。哎，那请公子快拿出来，让我看一看呐。这酒吧，要再过半日才能酿成。管事的，这个人分明就是在骗人，你不用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，你把醉黄泉给我吧。半日之后，若我的酒平平无奇，那么醉黄泉
就交给他人所有。管家，若是我的酒世所罕见，你家老爷子可就要抱憾终身了。行吧，你慢慢考虑。兄弟们，我们走。哎，慢着，公子留步，那就半日。半日之后，我让我家老爷亲自品鉴二位的奇酒，这时再决定将这醉黄泉究竟交于你们谁。多谢。哎，老大，你何时学会酿酒了？不，超然，时间紧迫呢，咱们分工啊。我呢现在去买酒，你们呢找一些细竹筒、瓷瓶、薄荷叶。哦，对了，还买一些糖和盐。竹筒、薄荷叶、糖，不是，老大，这些东西可以酿酒吗？哎，去吧，别磨磨唧唧的了。你好，那个酒在哪买？那边。谢谢啊。半日已过，我看这个人就是一个江湖骗子，吹下牛皮不敢再来了。我们不必再等他了。既然如此，请。等等。老爷，客人到了啊，让他们进来。是。二位，请进。见过庄主。见过庄主。二位有酒？庄主，我这有一壶射夜血酒。老爷，好，不愧是麝耶奇酒，甘霖醇厚，回味悠长，很有风情啊。公子，您的酒呢？庄主，喝我这酒，从入眼到入口，再到上头，才算完整。
庄主，老爷，老爷，你这酒叫什么名字呀？世间烦恼事，一饮无寄托。这酒叫做莫寄托。玉楼醉一桌，梦与佳人说。明朝酒醒处，此情莫寄托。好一个莫寄托呀！不是，这酒很好啊。若说这酒的味道，不过就是平常的烈酒，可是它混入其中的糖水聚元脂，却与烈酒互补，突然改变了口感。尤其是那最后一抹盐和薄荷，真是大胆至极呀！哎呀，我此生从未想到能有这样美味的美酒啊！好，很好啊！慢着，这人分明就是用了些手段乱人耳目。酒就是酒，你在这酒里头加七加八的，喝的到底还是不是酒？这瓶酒品的本就是味道，又何必在意这味道从何而来，是吧，庄主？少侠说的对。爷爷，我们也要喝。啊，小朋友不能喝酒啊！你这为难我了。公子，您看。小朋友，酒是不可以乱喝的哦。过来，快去。哥哥，给你们调一个别的。好，来，尝尝吧，尝一口，好喝吗？好喝啊！爷爷，这是什么呀？好香啊！既然香，多喝点，快去。慢点啊，公子，您这是？豆乳玉麒麟。歪门邪道。姑娘的酒能开胃，而这位公子的酒却开了我的心窍。这些年，我以为自己酿酒酿到了极致，余生不过如此，所以我浑浑噩噩。不曾想，酒道的丰富远不止如此啊！我还差得远。敢问公子姓甚名谁？幻化剑派萧秋水。后生可畏啊，老夫感激不尽呐。管家，哎，在呢，老爷。把麝椰血酒还给这位姑娘。
并赠白银1000两。是。醉黄泉是萧公子的了。谢谢。还真是想不到，你做的那个墨迹托居然真的能行，我还以为咱们会被赶出来的。老大，难怪你要买那些宽口窄口的瓶子，原来是要酒中萃酒，烈上加烈。唉，可惜啊，我都没喝上一口那个墨迹托。你们喜欢喝啊？回头给你们酿。啊？哎，这东西啊，总算到手了。哼，说话难听又蒙着脸，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人。比输了就抢，土匪啊！把醉黄泉给我。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还想明闯不成？是。小心！老大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此人有暗器，你们小心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姐姐。哦，我随我朋友出游到此。姐，这就是萧秋水。来，你整天跟着出去疯玩的，就是这个萧秋水。姐，秋水对我很好的。秋水，这就是佳姐堂方。唐柔，我看你交友不慎。哎，姐，你要这醉黄泉来做什么？让开！姐姐，秋水是我朋友，你别这样。唐柔，你呢？不必夹在中间。醉黄泉在这里，一定要抢是吗？给我！啊！摔了，谁都别炫耀。你，哎，姐姐，秋水要这醉黄泉是用来救一个朋友的性命的。我虽然不知道姐姐用醉黄泉要做什么，但什么事情也没有一个人的性命重要吧？门中铁羽令，命我以醉黄泉作礼，敲开一窍不通门。你说，有人命重要吗？唐柔，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铁羽令一出，刑必有果。唐柔啊，我呢先去救人，想来整坛醉黄泉我也用不完。你姐姐想要醉黄泉做礼，也并非一定要一整坛吧？对啊，姐姐。最好不要耍我。哎，老大，超然、雨涵，咱们呢先上去给风公子驱毒。姐姐，你就先帮老大把阴地镖取出来呗。走吧。开始吧。起镖前，咱们聊聊。和你没什么好聊的。行，
那就别聊了。我警告你，我柔弟心思单纯，不大认人。他现在一口一个老大的叫着你，怕是被你骗得不轻。我不管你们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日后离我柔弟远点。好啊。算你识相。我是答应了，可柔弟要不要跟着我，又不是我说了算，你得问他。这个你不必操心，答应就好。你这工具看着是挺齐全的，起标之事呢，应该是有经验的吧？一标就死了，哪有机会起标？你看看，这个3寸长的怎么样？什么什么怎么样？什么什么意思？害怕了？哼，我害怕，动手吧。不对啊，我这里面还有。1个月后，如果你跟柔弟再无瓜葛，我就把另一标起了。小人，只能怪世事无常了。老大，老大，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风公子的毒解了。嗯。姐姐，剩下的醉黄泉给我。啊，那个姐，酒已经用完了。耍我吗？哦，你只能怪世事无常喽。瞪什么？是你不仁在先，好不啦？老大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这个银蝶镖身赤相通，就看你要不要吃这个苦头。你不是会酿酒吗？给我仿出一坛醉黄泉来，我今晚就要查验。要是做的不像，你大可以试试看。没事吧，老大？疼不疼啊？啊，疼不疼？不疼才怪呢。唐柔，你能不能把剩下的镖给老大取出来啊？真的好疼啊！不行啊，老大，我们唐门每个人的暗器都自成一派，况且姐姐她那么厉害，我要是贸然插手，您这只手臂会废掉的。那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对酒。公子，
是属下该死，没能及时接应公子。没想到我们权力帮内部竟出了这等叛贼。公子的毒是否都已经好了？否则明珠万死难辞其咎。平日您与紫凤凰走得最近，竟没察觉出他有什么异动吗？我宋明珠指天发誓，我对公子绝无二心。若公子有半点才艺，请现在就杀了我。我现在还没杀你，就不必多说。郑开阳，吴老夫人在何处？交出天下英雄令，我岂饶你全尸！紫凤凰，你们权力帮欺人太甚！我长乐镖局今天与你们拼了！有随夫，再见，柳副帮主。区一个长乐镖局都拿不下来，请柳副帮主恕罪。紫凤凰，记住，我从不给人第二次机会。是。走，快点，住手！爹！好，刘随夫！爹！放开我！给他1炷香时间，从他大儿子开始动手。爹！我没拿英雄令，我真的没拿！柳副帮主，郑开阳招了，但人不在这儿。他们在保镖的路上发现了吴老夫人，曾有心要抢走天下英雄令，可吴老夫人身边的阴阳神剑张灵异起了疑心，一进井中，人便跟丢了。但听说吴老夫人上了幻花剑派的马车。幻花剑派。我们还搜到了行军单，听说要交给北荒人。紫凤凰，是谁买通了你，来害本公子的命啊？
怎么知道？怎么知道我要给你下毒？千里迢迢来杀人，你连我爱喝的岐山翠梅都背上了。你以为只有茶里有毒？刘武公子百毒不侵，但只要遇上了行军丹，你必会上手。所以，这颗行军丹里淬了天下无毒之毒——天绝尸矛。你以为权力帮里想杀你的人，就只有我一个吗？谁？风狼，他叫我福袋。起来吧。没想到逃离追兵的同时，随手杀了个人半晌。这萧秋水竟然如此信任。宋明珠，你知不知道这江湖上有什么身份叫做福袋？不曾听过，莫非是什么官职？这萧秋水一直这样叫我，不知有何深意。罢了，借这身份，倒是能先一步见王，入萧家。枉费他费尽心机，让紫凤凰来杀我了。公子的意思是，紫凤凰是受剑王之意对您出手的？谁能替帮主拿到天下英雄令，都算是头功一件。而剑王向来与我不和，他若拿到，自然是要打压我。可惜，倒是送了我一步好棋。公子洪夫齐田遇见萧家那小子，听说他们几个成立了一个神州结义，满口叫着侠义，真是好笑。这江湖一直一死，早死了。不过是一群忙于利而奔波却耻于成人的虚伪小人，早晚会跪在权力帮的脚下。这幻化剑派易守难攻，借着身份，正好能跟萧秋水一道，却是容易了许多。英雄令很快就是公子的囊中之物了，而后再将萧家收入麾下，只看那剑王还怎么跟您斗。萧家不配入我麾下。还有笔账要找他们算。对了，莫让剑王知晓我的行踪。这萧秋水与帮主确有几分相似，帮里只有八王几位见过我与帮主的真容，就算八王见到他，也断不会认错。不必上报，你等我消息便是。是。属下这就去浣花附近等公子消息。哎，老大，你看我这个行吗？我感觉我这个还可以。多谢诸位搭救。风兄，看你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好多了？已无大碍。感激不尽。风兄这是说哪里话？我们老大本来就在找一个叫风朗的人，没想到还真遇到了。无名之辈，不足一道。此前在下言辞失礼，
萧兄却不挂于心，多次相救，实在感激。日后若有差遣，我绝不推辞。这些倒好说，重要的是，你有没有把我当朋友？现在有没有把我当最好的朋友？萧兄是风朗的挚友。好，那就好。说来也巧，铁衣神捕辗转托人找到家师，要我送信去换花给他，正好与萧兄同行。你毒伤初愈，肯定还会有些余毒。这样吧，你跟我回幻化，我找人帮忙清送你其他的余毒，你看怎么样？好。酒呢？要是没酒，谁都别想走。姐姐，等着。有什么，老大？风哥哥，你别生气，你本就有伤，又进水染了风寒，再不管就严重了。药在这里，赶紧吃了吧。你可是唐门唐风。你又是谁？在下听雨见，风朗。哦，你就是那个耗尽醉黄泉的病秧子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你也有份。姐姐，酒。哎呀，姐姐，糊弄我呢？这都是假的。唐风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，若不是看在唐柔的面子上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因为你们，我早就敲开一窍不通门了。继续做，要是做不了就别睡了。这位姑娘，去一窍不通门是要找玉知了了解些江湖之事吧？或许我能帮得上忙。你？我与玉知了有些交情，将我的玉佩给他，可以换他开一次口。就这一枚玉佩，想换玉知了开口，你也是个骗子吧？我正好要与萧兄去换花，你若拿了无用，便可来找我，也总比在此地空耗时间要好。好，幻花剑派离唐门很近，谅你们也跑不了。慢着。我朋友帮了你，你应当回个礼吧。姐姐，你的银灵镖越扎越深，你再不起，老大他就受伤了啊！
唐柔，像这样的狐朋狗友，少交为妙。等我办完事情，就带你回家。哎，老大，没事吧？你还碰我呢？不碰了，忍一会儿就不疼了。放心吧，没事的，小意思。这个玉知了，他能够打探江湖的信息，这听上去确实蛮厉害的。风兄，你是如何与他有交情的？机缘巧合，正如我与你一般，前日我们还不相识，而今不也成了朋友吗？这样啊。那眼下呢，我有一个难题。我这位大哥过几日就要做上幻花的少掌门，风兄，我要怎样和我大哥争这个位置呢？你想当幻花掌门？没错。你与你大哥差了很多，不过锦中有一项规定，若是少年侠士能得江湖名宿的举荐，便可以挑战即位者。江湖名宿，好。唐门唐方，求见玉门主。我这有玉先生固有之物，请求先生开一次尊口。哼，果然是公子的手法呀，既是公子的朋友，那便问吧。忘情天书究竟在哪？幻花萧家。萧家。传闻是真的，吴老夫人真的藏在萧家。哎呀，拜过吴老夫人。快请坐，请坐。老夫人，您老身体可好些了？二位能容老身在此避险，已是感激不尽。一些陈年旧疾，不足挂齿。老夫人，我已接到了吴阶将军的密信，7日后将军会派人到灵梁镇同府客栈。届时呢，我们夫妻2人会将老夫人悄悄地送到镇上，跟将军会合。辛苦二位了。自从燕匡图将天下英雄令托付于我，江湖中便多了不少腥风血雨。老身身边即便有张大侠相护，也屡屡遇险。多亏萧家侠义，将老身藏在幻花，只怕这英雄令早已落入歹人手中。老夫人，您这是哪里的话呀？这本就是我等习武之人的分内之事。江湖藏不住秘密，我在萧家的事，不知瞒不瞒得过这剩下的7日。老夫人，江湖风雨江湖淡，您老就不用担心了，这一切都由我们安排。让你进族，你却跑到外边胡闹啊！看来我是罚轻了。
这是你逼着爹爹在给你动家法，是吧？来，把屁股撅起来，撅起来！对，我这次出去并非是胡闹，是有事要去办的。你什么要事？行侠仗义吗？你行侠仗义？啊，编得真好，我让你编。爹，真的别的。哎，你看，一般做好事不留名，留名不做好事吗？是吗？你还真出息了。行，爹爹成全你。哎呀，打什么打呀？打什么打？打什么打呀？打什么打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干什么？我在教育他。这孩子刚回来，你又打孩子。你姐呀，在后山采了些地黄，我已经跟厨房说了，熬了些鸡汤，招待你那些朋友。还傻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厨房帮忙呀！快点，快点！去哪儿啊？啊！我在教育他。你呀，一次一次的这么害他，让他的胆子是越变越大呀！你根本没有了解清楚状况。这次秋水真的没有胡闹，我已经问过玉涵他们了，他们是去指挥关龙舟了。可是你看看，端午祭驱子那本就是民间习俗啊！你还记不记得你年轻的时候，那可是年年都去，还有一年你掉的那个江里，还是我给你捞上来的。哎呀，你不要提我年轻掉江里，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掉江里，我还有好吗我？那你说你有没有掉江里？你知不知道他的佩剑都没了？一个剑客佩剑没了，那成什么样子？我不教训他行吗？谁让你站起来的啊？我让他站起来的。你桂香，你让开！哎，要不你打我？你让他站起来行吗？闪开！你打我！给我闪开！桂香，要不你打我？快你呀，哎，别以为我不敢。小兄，哟，哎呀，有失远迎，哎呀。你这教训儿子的气势，我们很久没有见识过了。少年气盛也不是什么大错。见过萧伯伯。好了，萧兄，咱们老哥几个快去喝酒，那才是正事儿啊！师兄消消气，浣花少掌门的授位礼已经在外面了，一会儿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啊。秋水，快来快来，快来跟各位叔叔伯伯说谢谢。那我们就先下去了啊。愣着干什么？快走呀！娘，我想做少掌门。秋水，说什么呢？你要跟你哥哥争吗？不要胡闹，快下去！秋水，听见没有啊？又惹我生气你！晚辈萧秋水，想争取浣花的少掌门，正好各位叔叔伯伯在这里，可否给我举荐一下？秋水，我所言并非儿戏，恳请前辈们给我一个机会啊！小孩子确实有冲劲，但你可知道，少掌门这个位置早有定论。我倒是觉得呀，此事咱们可以从长计议。秋水贤侄，不必心急。啊不，伯伯，我真的很着急。各位叔叔伯伯们，只要你们其中有一个人举荐我，给我一封举荐信，麻烦你们看看我，给我个机会好吗？秋水，并非我等不愿，但是一人确实是实至名归啊。5年后，康叔叔相信你定能挑战。5年？别闹了吧！秋水，你别闹了啊！赶快下去，我们还有要事相商呢。好好想想今天自己犯的错误，快去吧！秋水，快去！走了走了，快起来快起来！哎呦，走了走了，我们先下去了啊！哎，回头再说，回头再说。走了。哼哼，犬子顽劣，让诸位见笑了啊！快快快快，走走走，来来来来来，请，来请。
怎么回事？肩膀是不是受伤了？娘还好，我没事的。让我看看。二娘，真的没什么事。娘，以后我一定不惹你生气了，我也不随便乱打架了。娘是气你打架吗？是气你逞能。闯荡江湖，打架那是稀松平常，可是逞能是会送命的。我的儿子受伤了要学会喊疼，打不赢要学会跑，不能逞能，知道吗？我记住了。你放心吧，逃命我快着呢。不过我没有想到我们家秋水能有这种想法，虽然很不靠谱，但是娘很喜欢。哎呦！啊，对不起，娘忘了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肯定是饿了，娘去给你做面。等着啊。娘，我一定要改写萧家的结局。你小时候生病啊，最好这口了，快吃吧。玲玲，来吃面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秋水？是娘做的面太好吃了吗？这个味道，好久都没有吃到了。傻孩子，上个月不是刚给你做过吗？你要是喜欢吃，娘啊，以后天天给你做。谢谢娘。啊，我已经吩咐厨房了，晚上啊，请你那些朋友，咱们大喝一顿。好啦，你可是想当少掌门的人，快吃吧啊！我吃。这的确是行军丹。服下行军丹，不饥不渴，暴力狂躁。10几年前，百草谷造出了此物，企图送给北荒人，为祸大西。我等正道联手出击，将其剿灭，尽毁行军丹。没有想到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又有人造出了此物。定是百草谷的余孽。若北荒再次得到此等邪物，必将引发大西动荡。我看啊，我等还是派些人手去广陵查一查。我记得萧家在广陵也建有别院，那就请萧兄早做打算。明日我便安排。老大，你最近瘦了，多吃点。你知道我等了多久，终于等到今天了。哎，谢谢，那你就多吃点啊。我跟你说，特别是这道甜笋炒肉，我的最爱。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不对，我母做的每一道菜都是我心心念念的。哎呀，还是你嘴甜。多吃点啊。我们家秋水啊，从小被他爹管得严，我还担心呢，别给管成一个胆小怕事的。幸亏有你们这些好朋友跟着他一起无法无天。
来，伯母敬你们。来，伯来，母，伯母，无法无天是夸我们还我哦是骂我们？这就这风格。来喝一个。今朝就得酒醉，年少就该轻狂啊！耶！谢了啊。来，伯母你也尝尝。哎，我自己来啊。风朗，风公子，刚刚听铁衣神捕说，这次你也帮了他的大忙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一表人才。来，也敬你一杯。萧夫人谬赞了。听羽见，轻功卓越，与梁居比脚力，一日一夜不曾输，因此扬名。夫人记错了，江南水多，不是与一叶扁舟比的脚力。哎呀，秋水，你看看为娘，年纪大了，记性太差了。那风公子身中何毒啊？娘，是天绝世矛。天绝世矛实属罕见，不知道权力帮为何会对风公子下此毒手啊？我之前同萧兄说过，晚辈看了些不该看的。你们可听过长乐镖局灭门之事？前几日的事，锦中都已经传开了。灭门之日，我就在场。当时我本想找长乐镖局走一趟镖，可没想到正遇上权力帮行凶，我虽侥幸逃脱，却也中了毒。我听说当日权力帮的柳随风也在，能在这个大魔头手下活命，风公子实属不易。风朗，你托长乐镖局走的是什么镖？不是我托我，交给铁衣神捕的信。我是侥幸逃脱，但我好像听说，权力帮这次灭门是要找一个重要的人。不知大家在路上会有听到什么风声？倒是不曾听说。长乐镖局在锦中，那个重要的人会不会也在锦中？哎，伯母，浣花在锦中的人脉甚广，您可曾听过有什么重要的人物要来吗？未曾听过。哎呀，江湖上这些破烂事儿，百姓今儿不提了啊。今天还是一醉方休。对，一醉方休，一醉方休。来，我们干一个，干一个，来，老大。谢谢伯母招待，谢谢招待。